美国简报。美国简报的信息与观点来自美国和国际权威媒体、智库、政府机构与专家，我们进行了专业的整理、编辑。总统提示卡的秘密。CNN。乔·拜登总统在新闻发布会上拍摄的一张便条卡照片导致政治对手对他的年龄以及白宫与记者团的亲密关系表示担忧。便条卡上披露了拜登会打电话的记者的头像，他的名字的发音指南，似乎在说他会问什么。保守派媒体认为，这张照片表明总统与媒体之间的阴谋，拜登是助手的傀儡。然而，每个白宫新闻办公室都为他们的总统准备新闻发布会，并鼓励他们在面对记者之前先解决潜在的问题。尽管总统新闻发布会是自发出现的，但他们是精心挑选的记者在幕后策划的结果。拜登使用提示卡此前曾引起关注，但总统们有无休止的会议，工作人员试图避免任何尴尬时刻的可能性，或者总司令似乎不知道接下来在公共场合会发生什么。细枝末节的编舞是送给政治对手的礼物，他们试图建立拜登太老或失去精神敏锐度的说法，但总统们经常以不准备就是准备失败的格言行事。国家安全顾问表示，美国寻求与中国降低风险关系。南华早报顾问杰克·沙利文 Jake Sullivan 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在与欧洲主要领导人结盟后，正在与中国采取去风险，而不是脱钩政策。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的一次活动中表示，去风险意味着帮助美国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并确保美国公司不会受到其他国家的胁迫。去风险意味着中国关键矿产供应中断，并限制敏感技术的贸易。这些措施有助于避免加强该国的军工联合体，并阻止其科技公司窃取知识产权的机会。随着美国和菲律宾防务关系的发展，中国警告台湾紧张局势。CNN。菲律宾正在寻求平衡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因为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日益加剧。该国刚刚与美国举行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合军事演习，同时还接待了来自中国的高级特使。这些演习引起了中国的批评，中国官方媒体称其为企图针对中国。然而，预计小费迪南德·马克思总统将于下周飞往华盛顿，标志着与美国恢复更密切关系的步伐。今年2月，菲律宾授予美军在加强防务合作协定最初涵盖的5个基地的基础上增加4个基地的权利。然而，菲律宾的其他人对过度依赖美国的保护表示担忧，而一些人则抗议新的基地。中国仍然是该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一，马尼拉继续与北京就能源和农业投资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和美国对直接谈判负有责任，前奥巴马顾问说。南华早报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的前美国总统顾问、美台关系新书的合著者里安·哈斯 Ryan Haas 表示，在台湾问题上应该进行直接对话，而不是军事信号。美台关系，中国的挑战会导致危机吗？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 PLA 可能在未来10年内袭击台湾，但台海的武装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台湾海峡对北京和华盛顿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危机可能会损害全球贸易和供应链。白宫重申拒绝就债务上限进行谈判，因为压力越来越大。华盛顿邮报白宫新闻秘书 Karine Jean-Pierre 告诉记者，在众议院共和党通过一项削减联邦支出同时提高债务限额1年的法案后，国会应立即采取行动，避免在没有先决条件的情况下发生灾难性违约。共和党人希望向公众证明，他们的立场比乔·拜登总统的不谈判立场更合理。拜登正在寻求保持他的政党团结，并坚持认为提高债务上限，涵盖两党多年来批准的支出，是一项共同的责任，而不是共和党人可以做出让步的事情。大多数参议院民主党人都与拜登的做法步调一致，党内少数人呼吁进行谈判。如果美国不能提高债务上限，预计在7月至9月期间将无钱偿还债务，这可能会使美国陷入衰退并失去数百万个工作岗位。泄露的布莱特巴特资讯凸显了右翼媒体对共和党未来的斗争。CNN 极右翼媒体布莱特巴特 Breitbart 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预期竞选之前发表了有关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 Ron DeSantis 的报道，因为政治团队希望该公司的编辑亚历克斯·马楼 Alex Marlow、首席执行官拉里·索洛夫 Larry Soloff
和班农高级中尉马特·博伊尔 Matt Boyle 签字。据报道，后者认为德桑蒂斯无能。博伊尔报道的行动与右翼媒体目前正在进行的内部辩论相呼应，即谁将在2024年赢得共和党初选选民的支援，以及这是否包括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本人。德桑蒂斯已经得到了福克斯新闻和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的支援，然而支援反建制候选人和民粹主义人物的右翼媒体仍然支援特朗普。这些媒体的影响力很大，因为许多共和党初选选民主要从党派媒体而不是主流报道中获取新闻。福克斯收视率在塔克·卡尔森被解雇后暴跌。英国独立报、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的收视率自顶级主持人塔克·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被解雇以来，收视率大幅下降。上周周三晚上，替补主持人布莱恩·基尔米德 Brian Kilmeade 在晚上8点的时段记录了133万观众，比卡尔森上周录制的305万观众减少了 56%。卡尔森周三晚上在推特上发表了一段2分半钟的独白，迄今为止已被观看6270万次。此外， Newsmax 悬受益于心怀不满的福克斯观众，主持人埃里克·柏林 Eric Bolley 的收视率有所上升。塔克·卡尔森并不是福克斯新闻的第一个受害者，但他的离开是文化转变的开始吗？澳大利亚时代报，塔克·卡尔森 Tucker Carlson 在漫长的职业生涯后突然被福克斯新闻 Fox News 解雇，这引发了人们对新闻频道未来的挥之不去的问题，以及他是否已经开始重新评估其对极端观点和散布谎言的立场。作为共和党政治的影响者，他继续兜售唐纳德·特朗普关于选举舞弊的说法，即使他知道这些说法是不真实的。媒体专家安杰洛·卡鲁松 Angelo Carlson 认为卡尔森是福克斯新闻与右翼基地最极端部分之间的桥梁。然而，其他人仍然不太相信他离开晚上8点的时段将标志住福克斯新闻的长期转变。阿拉巴马大学研究和分析保守派媒体趋势的教授 A.J. Bauer 说，他们不是在翻苹果车或做一个完整的城市设计重做，他们只是摆脱了塔克。移民危机，数百人滞留在秘鲁智利边境。多伦多星报，数百名主要是委内瑞拉移民被困在智利和秘鲁之间的边境，由于缺乏证件而无法进入秘鲁。他们正在寻求继续前往委内瑞拉，但无法这样做。这种情况导致阿塔卡马沙漠的荒凉气候中出现人道主义危机，这是地球上最干旱的沙漠之一，移民缺乏水和其他基本服务。秘鲁总统迪纳·博卢阿特 Dina Boluarte 宣布与智利接壤的城镇塔克纳 Tacna 进入紧急状态，理由是移民的犯罪行为。智利外交部长阿尔贝托·范克拉维伦 Alberto Van Claveran 警告说，该地区存在严重的人道主义问题。谢谢收看美国简报，这是我们团队总结分析出来的美国重要信息，来源包括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专家，让您在非常短的时间掌握美国动向。需要更多信息与进行讨论，请关注6度世界3w.6d.world。